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11号，礼拜一啊。咱们的这个微软已经实盘2周了啊，然后给中间也做过几次交易啊，除了建仓之外啊，你比如说像4月29号啊，咱们的这个微软发布财报那天啊，然后那一天呢就其实已经执行了啊，又是买又是卖啊，当天买在了最高点，卖在最低点啊，你看426买的424卖的，看起来是不是很亏啊？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走势啊，就是这天啊，这个十字星对吧？出财报那天啊，可以说是逃出来了，然后果然啊，第二天跌下去了啊，做这么一个操作，然后后面的话再就没有操作了啊，然后4月30号、5月1号到5月的几号啊？一直到上个礼拜五，咱们又做了一次买卖啊，这次买卖吸取了上一次教训啊，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小 T 啊，4刀，也算是逃出来了啊。昨天你可以看到啊，5月8号啊收了一个阴线啊，低开低走。如果我们看这个，咱们登录一下。然后如果说我们是在这个价位啊，昨天一下子到盘后是不是跌下来了？咱商哥是416买的啊，然后一看不对啊，417咱就给卖了啊。为什么？也是严格按照咱们的这个交易计划啊。所以说在商哥的这2次操作呀，可以说第一次啊，虽然说买的稍微有点高了啊，卖的稍微有点低了，但是呢也不失为是一个好的这么一个操作啊。在4月29号那天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就是这一天，这天没怎么跌啊，但是也没怎么涨。咱们的财报还是喜闻乐见啊，就是 surprise 对吧？超预期啊。但是啊，咱们商哥给那天取的名字叫大决战啊。如果是放量站稳的话，咱们就杀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做了一个买卖操作啊。商哥当时本来想要加仓，然后一看形势不对啊，咱们就果断卖掉啊，少亏一点点啊，没有亏太多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二天一下子一个跳空低开了啊。所以说商哥今天啊就给做一下咱们的这个微软啊这2周的历史交易的回顾啊，从4月16号开仓啊开始啊。那我们建仓啊其实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先是观察完了之后，对吧？直接干了20%啊，这个也是严格按照交易计划，对不对啊？4月16号，对吧？这一天咱们建仓啊。为什么这一天建仓啊？这一天其实有一点点晚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价格已经涨上来了，但是我在观察的时候是4月14号的这一天啊，收盘价是393。那最好的建仓这一天就是观察完了之后，当天建仓或者第二天一开盘建仓也可以啊。也就是4月15号咱们一开盘没有超过400啊，398这么一个价位。如果说那个时候是最好的，但是没办法。上个资金到账他妈的就晚了，然后还要换成美金啊，从澳币换成美金，所以晚了一天啊，只能是4月16号咱们进行这么一个操作，然后买了，对吧？然后咱们的交易计划是什么呢？突破420并且站稳，然后来到4月21号，对吧？那这一天的话就是我进行加仓这一天啊，21，这一天收盘价是多少？424。完全站稳了啊，也就是可以说是连续3天啊，4月17、20、21啊。大家看这个看这个图表啊，其实是不利于观测的。我们最好还是要给它放到一个润喉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上个礼拜商哥确实感冒了，然后这个喉咙一直不是特别舒服啊。那我们看这个 K 线图啊，实际上商哥认为啊，为什么我就一直要给它转换成 Excel？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方便而且好看可以追溯的这么一个方法啊，教给大家。
如果看这个 Excel， 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连续3天放量，对不对？而且价格站稳400啊，至少是站稳400，然后有2天呢也是突破了420，对吧？所以说我就在4月21号果断加仓了啊，又加了20%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来到了40%的仓位啊。然后我们4月21号可以看一下啊，果然是在4月22号啊，它价格又突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在加仓的时候，这个价位的判断啊，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啊。而且我们前几天都是放量，但是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图表，不去注意量能的这个变化，我们很难啊做出这种判断，就是说它有这种假突破的风险啊，在这里面。4月21号我加仓了，然后4月22号呢，我是不是突破了这个前高，然后我就给它卖掉了啊？我为什么我要卖这一部分呢？就是因为我在前面我判断出来了，它有存在啊这样一个假突破的风险，所以我卖掉了一半啊，我卖掉了7股啊。我通常我是20%的加仓，那我这个时候我减10%，我用来做一个 T。这个前面说完了啊，这后面的话咱们之前都已经讲过啊，直接咱们就干到了这个大决战那天啊，也就是4月29号出财报这一天。咱们看财报的话，咱怎么看啊？大家通常不都是看这几个数吗？是吧？这几个数你一看，它做的都非常非常漂亮。那商哥觉得啊，就是我们看财报啊，千万不要被它的这个公布出来的像 EPS 啊这些数啊，像什么 revenue 这些数啊所迷惑住啊。所以我们看什么，一定要去找它的官方的这个财报啊，也就是要去微软啊2026 Q3 啊，这样去看它的这么一个 deck， 结合业绩发布会的内容去和这个 Q3 的 deck 去进行这样一个对比啊，这个是我们啊看财报啊真正要看东西啊。你比如说你看这些，它能有这个 Copilot 的数量吗？对吧？我们市场上关注的是什么 Copilot， 对不对啊？商哥都已经给它列出来了，一个 Azure 增速啊是多少啊？那我们看这个财报的话，它会有吗？不可能看出来的，对吧？我们必须要去它的这个 deck 上，我们可以去搜一下 Azure 的增速啊有多少啊，40%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去和我之前的这个比一下，它实际上它还超预期了。Copilot 的话也是一样的，2000万，对不对啊？这一次也是不错的，但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啊，也就是资本开支和营收啊这么一个比，就是我的花出去的钱和我的收入是不是成这么一个正比啊？这边是不是收入增高了，但是花出的钱更多了？它公布出来的这个资本开支是多少？319，对不对？是这319除以829啊，营收是829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数我是可以自己算出来的。我们营收829，这个一定要去它的这个 deck 上去找啊。就我觉得啊，这种软件啊，你说这种软件我们要不要去它的一个收费功能啊？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啊。我们只要去到它的这个 Q3 的这个 deck 里面去查，这个是最准确，而且是最能分析出来东西的啊。这边别人给你加工过的这个东西的，怎么说呢？全市场的韭菜都在用啊。所以说我们算出来它的这个投入产出比，对吧？更高了，那它这一天啊，我估计就会啊，咱们取叫大决战，它就会就往上走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数咱们给它标黄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 Q4 啊，市场上预计至少能有45%了啊，也就是更高了啊。咱们的这个资本开支可能花的钱更多了，他妈的。所以说第二天啊，这一天呢，它就是一个十字星，然后第二天还是一个下跌啊。当然，它这个财报是在这一天收盘之后啊才发布的，所以说这一天的话很纠结，对不对
那这一天为什么商哥做买卖这一笔啊，咱们当天咱就给卖了呢？咱们当时的这个交易计划是怎么样的？如果放量站稳425，咱们就说啊，有主力是吧入场了，咱就进啊。但如果说啊这个量能不足，或者说跌破了425的话，咱就给卖掉。所以商哥这个操作呢，实际上大体上还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优化空间的，因为我这个426进的，424卖的，我这一来一回，我是不是我自己损失了10到20刀的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但是我避免了更大的损失，也就是第二天它的一个大跌，它跌了能有4%，对吧？跳空低开，低开低走，所以在这个操作，我们就可以在微观层面啊是怎么来的啊？咱们跳回到这个那天啊，这里的话咱就用分钟图了啊。如果是盯盘的话，我建议就是1分钟啊，或者15分钟啊。商哥喜欢用1分钟的，咱只看前半个小时啊。为什么？商哥这边澳洲时间是晚上11点啊，美股开盘啊，商哥最多盯到11点半，所以说那天的话就是差不多到开盘啊，这是9点半到10点这个阶段啊，顶多到10点半啊，到这里。这是4月30号，错了啊。咱们看4月29号，也就是从9点半到10点半这个区间啊，这一段那当时呢应该是在这儿附近啊，也就是425，咱一看啊突破了425，然后量能呢我觉得还可以嘛，然后我就杀进去了啊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杀进去了。杀进去之后呢，上冲无力了，量能也有点下滑啊，就是量价齐跌呀啊！你看这下面这条线的话，量价齐跌，那我们商哥就觉得，那这个就不保准了，这个明显是没有放量上涨啊，425也没有守住，咱们就果断的在跌破了425之后啊，咱就给它卖掉了啊！这也是严格按照咱们的这个事先好的这个判断啊，425啊这样一个判断，咱去执行了，对吧？那我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优化空间啊？对吧？这前半个小时有没有优化空间啊？其实显然是有的。